在这个所谓见证76周年的日子里，北京给挣扎的百姓准备的不是节日的烟花，而是一纸冷冰冰的扣税令。10月1日成了为数以千万计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、货拉拉司机、主播博主的噩梦日，因为从这一天开始，平台提现将直接扣税。是的，没看错，你辛辛苦苦流的汗水、跑的每一单、熬的每一个深夜直播时长，都会在到账前先被政府无情地薅走一层皮。更荒谬的是，即便你的收入根本达不到个税期征点，也要被先扣。等到明年报税时，你或许可以退一点，但退税过程复杂，门槛重重，很多人最终根本拿不回来。换句话说，穷人连不交税的权利都没有了。根据美团公布的数据，中国外卖骑手总数早已突破700万人，加上快递员、货拉拉司机、网约车司机，总数接近3000万。这群人是城市的隐形血管，在最冷的冬天、最热的夏天奔波送单，他们是无数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可如今，他们却被财政部门盯上了。我一个月跑到累成狗，赚个6、7千，扣掉油钱、车子维修费、平台抽成，到手就剩3、4千。现在还要交税。一位骑手在社交媒体上崩溃留言。还有人晒出平台通知截图，蜂鸟众包将按月为从业人员代扣代缴个税。评论区瞬间炸雷，连我们这点钱也不放过了。要知道，按照国家统计局2025年6月的数据，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.9万元每年，折合下来每月2400元不到。很多外卖骑手正是因为工资不够，才利用下班时间跑单补贴家用。如今连这点辛苦钱都要被收割，百姓的绝望可想而知。更让人愤怒的是，在这场所谓的个税改革中，被精准收割的永远是最底层的打工人。那些年赚数十亿、上百亿的大型互联网公司，明目张胆地利用各种漏洞转移利润、避税。跨国巨头们甚至通过境外架构轻松把钱洗出去，可财政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相反，外卖小哥、网约车司机一个月几千块的收入却被紧紧盯住，不交不行。一个骑手在抖音上讽刺企业几百亿利润能合法避税，我们几千块也得老老实实交税。这叫精准扶贫？不，这叫精准割韭菜。更有网友直白吐槽，连骑手都交税了，说明他们真的穷到家了。为什么会突然盯上这群最弱势的人？答案只有一个：财政没钱了。根据财政部公开数据，2024年全国财政赤字高达4.6万亿元，地方债余额突破41万亿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地方政府已经走到借新债还旧债的死循环，甚至开始卖地卖不动，卖房没人接。于是他们只能把手伸向最广大的群体——灵活就业人员。别忘了，这群人数量庞大。据人社部统计，截至2024年，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超过2亿人。外卖、快递、网约车、主播，几乎每个城市、每条街道都有他们的身影。对财政部门来说，这是一块无法放过的肥肉。财政学者直言，平台代扣代缴个税，其实就是为了锁定税源。以前很多灵活就业人员根本不申报，现在一刀切由平台扣，财政部门就能精准收割。问题是，这真能救得了财政吗？恐怕只会加速社会的崩溃。劳动法对他们没有保障，工伤没人管，假期没有，保险缴不起。可现在唯一剩下的微薄收入也要被抽走一部分。油价、房租、孩子学费、父母养老，本来就压得人喘不过气，如今再加个税，很多人会被逼到绝路。有骑手愤怒发问：骑车摔跤的医药费能抵税吗？修电动车的钱能抵税吗？不行。
那凭什么收我的税？这种愤怒不只是吐槽，它正在悄悄酝酿成一股社会暗流。9月下旬，在抖音、快手、微博等平台上，充斥着骑手们的崩溃视频：干一单赚3块，交完税和社保，还不如不干。是不是要我们去抢劫才算数？有网友更尖锐地质问：这是逼老百姓上街啊？这不是危言耸听。过去3年，中国失业率居高不下。2024年青年失业率一度突破 21.3%， 大量毕业生无处可去，只能转投外卖、快递行业。如今连这条活路也被堵死，社会矛盾的火药桶已经被点燃。其实，个税代扣并不是孤立事件。就在9月1日，中国税务部门还下了一道命令，所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必须足额缴纳社保，由税务局统一征收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餐馆老板要多交钱，可能选择关门；个体户小卖铺要多交钱，可能选择跑路；中小企业要多交钱，只能大规模裁员。财政部的数据很清楚，2024年全国社保基金当期结余只有7500亿元，但养老金支出却高达6.3万亿元。差额从哪来？只能硬收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从强制社保到强制个税，再到房产税、增值税、消费税，老百姓正被层层剥削。有人辛苦一天送外卖，跑10几个小时，赚的不是生活费，而是财政的续命费。很多人还不明白北京为什么这么急。答案很残酷，地方债已经压得政府喘不过气。截至2025年6月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突破42万亿元，而官方财政收入却在下滑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6.7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口袋越来越空，但账单越来越多。更致命的是，房地产彻底凉了。过去地方政府靠卖地养活自己，但202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暴跌至 3.1 万亿元，比2021年的高点腰斩一半以上。没有地可卖，没有房可炒，财政彻底断粮。于是北京方面只能把目光转向最容易下手的一群人，灵活就业的2亿底层百姓。为什么不去查大企业逃税？为什么不去打击跨国公司转移利润？因为那是不能碰的奶牛。大企业一旦出事，股市、就业、金融都会崩。跨国公司要是撤离，外资立刻流走，本就摇摇欲坠的经济会塌掉。所以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割那些最分散、最弱小的个体，外卖小哥、快递员、主播。你一个人能闹出多大动静？你能和几百万上亿资本对抗吗？这就是赤裸裸的选择性收割，强者逍遥法外，弱者被精确收割。财政或许能因此短期缓一口气，但社会的长期成本却是毁灭性的。我们来算一笔账，假设一个骑手月收入6000元，平台抽成、电动车充电费、维修费用扣掉后，剩下3500元。按照现行个税起征点5000元，他理论上不用缴税，但平台代扣机制会把全职加兼职收入合并计算，如果同时有一份工作，立刻就会被纳入个税范围。换句话说，哪怕你只是利用下班时间跑外卖补贴家用，也会被算进总收入，然后多交一份税。更讽刺的是，这些人根本没法享受到完整的社会保障。他们骑车摔伤没有工伤险，生病请假没有病假工资，孩子上学还要交赞助费，可税务部门却从来不缺席。结果就是收入没涨，支出增加，压力倍增。有人绝望吐槽，劳动法不保护我，医保不覆盖我，社保没资格享受我，但税务局永远不会忘记我。这不是调侃，而是底层百姓的集体控诉。社交媒体上已经出现各种愤怒的声音。
有人晒账单，房租3500，孩子奶粉1500，父母吃药2000，加油维修800，吃饭1200，现在还要交税，那我是不是要去喝西北风？还有人直言，政府这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，以后真要出现大规模罢工抗议，也不要觉得意外。这种声音不是孤立的。过去几年，中国已经见证过太多悲剧：负债人跳楼，大学生送外卖猝死，中年人因债务压力全家自杀。如今财政政策再一次把普通人逼到墙角，悲剧只会越来越多。一位深圳学者就警告过，这是饮鸩止渴。财政或许能短期多收一点钱，但长期会带来更大的社会成本。失业率上升，消费下降，社会不满激化，最终可能导致难以控制的群体性事件。所谓的见证76周年是一个政权的纪念日，但对普通百姓来说，却成了又一个被收割的日子。外卖骑手哭着跑单，网约车司机咬牙加班，主播熬到深夜，对着空荡的直播间卖力吆喝。可无论你多么努力，最后一刀都要被财政部门窃走。这就是中国今天最残酷的现实：一个没钱的政权不会去削减浪费，不会去打击权贵，而是会在普通人的饭碗里硬生生挖出最后一口米饭。这一天，中国普通人终于明白，所谓的财政危机不是他们的危机，而是我们的灭顶之灾。